家好，欢迎回到 Best Snapper 大鱼小频道，我是 Jerry。又到了抽停季啊 ，Megabus Vision 110，这个可能是银河系公认的抽停之王，大展身手的时候啊。那大家想到110啊，想必啊99%的钓鱼啊都会同时想到它那个标志性的所谓原厂外倒刺3本钩，想到它那个纤细的钩条和特别容易拉开的特性。我想呢，没有几个人啊是没有因为这个钩子拉开而跑过几条大鱼的吧？前面条大嘴就是钩子拉开了，我靠，我都没注意。那相信啊，很多人啊都心里面犯嘀咕：110啊这么贵的饵，就不能配3个强度高一点的钩子吗？这个一通下鞘，真小气呢。那事实上啊，110的饵啊，秉承伊东的一贯作风啊，是每个角落每个细节都有考虑的。那这个细节呢，当然也包括钩子。作为抽停饵啊，在特定水温里，饵总体平均密度同饵的具体形态是密切相关的。那110它是设定在10摄氏度左右的淡水当中啊，悬停或者呢很缓慢的上浮的。要达到这个要求的话呢，它饵的所有零件的用材自重以及完成之后的平均密度啊，都要调整到一个比较小的范围里面。所以呢，它的钩子的粗细大小所对应的钩子的自重啊，也是计算考量在整个设计里面的。那另一方面呢，钩子加强一般就是通过用粗骨钩。大家平时看到3本钩包装上面写的什么2叉、4叉，就是指的所谓叫几倍力，也就是呢这钩条的粗细。这呢就势必造成同型号大小的钩子啊自重不同。那千万别小看这0点几克的差别。如果用粗骨钩，那饵的姿态呢就不是悬停和上浮了。因此呢，用细钩条钩子的重要原因之一呢，就是为了要精确保证配重和饵的姿态。那另外呢，其实110的原装外倒刺钩子啊，在其应对的作钓情况，细骨钩刺鱼效果呢是最好的。大家知道啊，抽停饵运用的经典时机，不管是现在这种低水温呢，还是呢高压力啊，鱼开口啊都比较龟毛，而且呢对饵的反应啊是造成它不少情况饵会从嘴巴外面带住鱼。那这种情况下呢，钩条越细，反而呢越容易提高刺鱼的成功率，因为你啊不是像单钩 jig 那种粗骨的大单钩猛刺的，而是啊靠带住，然后呢势大力沉的拉，然后呢把钩子刺进去。细钩条嘛，我们用书呆子说法就是它截面积小，对应的平均压强高，那贯通过倒刺呢，相比粗骨的更容易。当然了，遇到在障碍旁边抽停啊，或者应对巨物大物啊，那这种细钩条的钩子就会对博鱼造成困扰。那这种情况呢，也是 Aaron 当年提醒了必须要换钩子的情况。那外倒刺钩子啊，其实绝非只有细钩条的。那像 Megabus 的 Ito Shiner 啊，就是那个张牙舞爪的强力抽停，还有呢像 DeepX 300深胖用的都是外倒刺的粗骨钩。所以呢，并非外倒刺的钩子啊没有强力的，或者呢是这个一头小翘小气哈，而是呢110啊，就是因为有上述的2个考量，所以才用了细钩条外倒刺。那细钩条呢，虽然说重大鱼容易拉开，但是呢反过来的话哈，那挂底的时候啊也一样容易拉开解套。那这一点对于单价高昂的抽停之王还是蛮有实际意义的，无意中赠送的附加功能呢。至少你有了荷包，对此不会有太多意见吧？下面呢，分享一个外倒刺钩子的非常实际的好处啊。玩抽停的时候啊，特别是做比较大幅度，但是停顿间隔呢不是非常短的那种呈现的时候啊，那饵啊会左右这个幅度会比较大。那这个时候你松线的时候呢，会比较容易出现就是钓线啊挂在最前面这个3本钩上的状况。这个时候呢，如果钩子是一般的内倒刺，那么多半它是不能自动解套的啊，你非要呢收回来手动解套，那这样的话呢，你就浪费了这一次的抛投和呈现了。那如果是外倒刺呢，这种需要手动解开的情况呢，就会少很多。大家钓其他3本钩类的饵，比如像水面走狗啊、波爬啊，这里会出现这种前钩缠线情况的啊，都可以考虑把前钩换成外倒刺的钩子。然后呢，另一个利用这个外倒刺钩子不挂线超实用的场景啊，就是这个 VIB 啊或者金属 VIB 好，特别是玩跳底的时候啊，有的时候我们跳着没有正差了，而且呢它阻力呢突然间变大了，
但是不是鱼。最后收上来一看呢，就是什么尾钩啊挂在了吊线上。那不管你是用金属 VIB 背上的第几个孔啊，那这个尾钩挂线啊，在特别是深水调理的时候啊，真的是没有办法完全避免的。那如果是内倒刺呢，就又要收回来手动解了。那做掉深水的时候啊，这是非常烦人的。但是呢，外倒刺的钩子呢就没有太多这方面的顾虑。万一挂住的时候呢，我们就提起，然后立即松线，这样抖落几下啊，可以呢在水底比较顺利的解开，然后呢就继续做掉，不浪费这一整个的下沉和抛投的这个呈现过程。好，所以呢这就是简短了今天同大家分享的外倒刺钩的一些特点。如果您喜欢我的频道，请一定记得点关注不迷路，大鱼起源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